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Aaron。我们今天跟着 MSC 的真爱号来到了整个欧洲最大吞吐量的港口鹿特丹。跟各位介绍，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一趟北海邮轮之旅。透过邮轮这种交通方式呢，来畅游北海国家的重要城市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荷兰的最大港鹿特丹。喜欢邮轮的朋友们呢，千万别错过今天的内容。先来一个欧洲的小知识哦，欧洲有这么多的港口，吞吐量前5名的呢，第5名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港。第4名呢？第4名我真的没想到，第4名呢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，就是雅典的那个港。第3名呢是汉堡，德国的汉堡。第2名呢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。第1名呢就是我现在正在的这个地方，是荷兰的鹿特丹。那鹿特丹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它的英文名称是 Rotterdam。那这个 Root 我本来以为是英文根的意思啊，就是 root 那个根，结果不是。而是名为 Root 的河，旁边有一条河叫 Root， 现在也可以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条河。然后我查资料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，到鹿特丹比较久的时间的话呢，可以沿着这个河呢一路往上走，走到湖边，说是非常的漂亮。那这个 Dam 呢是水坝的意思，所以鹿特丹的名称呢就是 Root 这条河上面的水坝的意思。同理啊，荷兰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城市叫做阿姆斯特丹。这个阿姆斯特丹呢，其实就是阿姆斯特尔河上面的水坝的意思。恭喜各位啊，又增加了一些奇怪的知识。旅游小教室。好啦，这是一个我一直想做，但是都一直没有独立出来做的小单元，就是将相关的旅游资讯以及我做了的功课，或是我如何做的这些功课呢，把它们分享出来。刚好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影片的观看量都不尽理想啊，趁这个时候尝试一些新东西来大破大立一下。由于我不知道各位的接受度如何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单元的话呢，请一定要留言让我知道。留言数多，我之后就多做一些；留言少，大概就表示接受度不高，之后就少做一些啦。所以请各位要多多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感恩啦。今天的节目会比较长，我会在下方放上时间轴，有需要的呢可以使用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按照惯例，我们先来聊聊有关交通以及旅游规划的部分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呢，是搭邮轮来到鹿特丹，鹿特丹的邮轮码头在这儿，也就是画面中蓝色点的位置，这是在鹿特丹实拍的。你可以从 Google Map 上面搜寻 Cruise Terminal Rotterdam， 翻译成中文其实就是鹿特丹邮轮码头啦，很好理解。邮轮码头旁呢，走路大约5到6分钟就有一站捷运站，接着我们就能够轻松的搭捷运进城内观光啦。那我们来到鹿特丹通常要看些什么呢？先跟各位科普一下，鹿特丹的老城区呢，在2战的时候也是被夷为平地哈，整个被炸没了。我们前几期讲汉堡的时候呢，当时的汉堡是受到英美联军的轰炸炸没的。鹿特丹这边呢，是在德国2战刚开打的时候呢，实施闪击战往法国这边打的路上，为了要逼迫隔壁的荷兰尽快投降，就用轰炸鹿特丹作为威慑啊，进行了鹿特丹的轰炸。然后鹿特丹被德国占领之后呢，后来又被英美所轰炸，所以整个鹿特丹老城区啊，就变成了一堆冒烟的瓦砾。因此呢，我们目前去鹿特丹是看不到老城区的。现在去鹿特丹主要看到的都是所谓的新建筑，像是今天要介绍的 Market Hall 市场大厅，或者是特殊的民宅、方块屋，这些都是鹿特丹独有的城市特色。当然，我也会带各位到大轰炸幸存的圣劳伦斯大教堂去走走。那由于鹿特丹都是新建筑，那如果我们想要看这里的老建筑，要去哪里看呢？
再继续的深入做功课呢，我发现在鹿特丹火车大约20到30分钟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大家应该都不认识的城市，叫做台夫特。这个是我太太跟我介绍的，她说这里呢就是漂亮的运河中横的美丽的老城市了。台夫特的名称由来呢，是因为当时旁边挖了运河，然后这个 Delft 就是荷兰语挖掘的意思，所以台夫特可以理解为就是运河城镇的意思。然后呢，我当时在做功课的时候就发现了，我们刚刚不是说鹿特丹的老城区被轰炸没了吗？但是根据资料显示啊，鹿特丹有一区名为 Delft Haven， 当时被炸的比较少，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区。在地图上呢是这一块，但是资料有显示啊，这一块本来是台夫特的港口，那这就让人很好奇啊。如果从大地图上面看呢，照理说台夫特要通往海边，应该是要往上挖才对啊，怎么反而往鹿特丹这边才是台夫特的港口呢？然后我又去找出了老地图啊，原来当时的运河是这样子挖掘的。然后这个 Delft Haven 当时的确是台夫特的外港，只是后来鹿特丹借着交通便利不断的扩张，把这一块全部都纳入麾下了。所以今天的行程呢，会先去鹿特丹看新建筑，再去台夫特看老建筑。我们大人不选择，全都要看。而且这两个地方作为一日游是没问题的。我这一次也是一日游，但是动作就要快一点就是啦。好的，来给各位介绍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特殊的建筑是我身后的方块屋。它兴建于西元1980年代，它的设计理念呢，就是住在城市中的一片森林。也由于它每一个房屋呢都是倒立的方块，然后呈现出几何的菱形结构，所以整体的外观非常的现代和几何化。其实它最主要的用途啊是住宅，实际上到了今天仍然有人住在里面。然后它的住宅呢分为3层，底层是入口，第2层呢是起居区，第3层则是卧室和浴室。因为我太太前几年有进去过里面，这进去里面是要付费的。然后她是说里面其实不大，很小啊。那因为我没进去过，所以我等一下来带大家进去里面看看里面是长什么样。好的，我现在已经进来了这个方块屋里面，然后有大量的参观人潮。现在好像是只有这一间方块屋有收费，然后供大家参观，所以所有人都挤到这边来了。然后我现在人呢是在它的客厅的区域，说实在也蛮宽敞的啦。然后这个客厅除了客厅之外呢，往前走一点，这个方向是他们的厨房，所以这边是他们的厨房。然后也是基本上一应俱全啦，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最下面的这层楼，然后往上走，它这个楼梯又超高的，超级陡，然后往上走呢，则是他们的卧室，然后这个卧室跟书房，是相通的，原先的书房，是啊，书房的区域，然后绕过来。因为它的屋子是一个正方形状的嘛，然后绕过来之后呢，就来到它的，欢迎来到它的卧室，所以它的卧室跟它的书房是互通的。然后还有再一层楼，继续往上走，哦，这层还有一个很像，就是出了卧室之后，里面是卧室嘛，出了卧室之后，旁边这边有一个小杂物间吗？还是它的厕所？看起来比较像杂物间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厕所啊的一个小空间在这边。那再往上走，这边楼梯就超陡的，随便一个楼梯就超陡的。好，继续往上走，就来到它的阳台了。然后上面的采光非常非常的好，因为它是那种三角形的，最上面那个尖尖嘛。然后同时在这个阳台呢，也能够看到隔壁房子的三角尖尖的。
有没有看到隔壁房子的尖尖在那边？所以他是你的隔壁，你的邻居。相当有趣的方块物啊，这个设计也非常非常的现代，非常非常的特殊。然后我现在是2025年的1月进来参观的费用是3欧，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，刷卡或者是付现都可以的。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上来看看它的设计是怎么样了，说实在蛮有趣的。这个天气说变就变了，现在开始下起了雨。在我后面的呢是鹿特丹知名的地标建筑马克特市场，又做马克特厅。它是在2014年的时候完工并且开放。那它的外侧呢，就是一个超级大的拱廊的建筑，然后里面呢，则是市场的空间。其实它是结合了市场、结合了住宅，还有结合了餐饮啊，这3个东西都结合在这栋建筑里面。其实，在进入马克特市场之前呢，就前面就有这个小农市集吗？这个小农市集这边感觉就很好逛了。但是今天呢，因为有点下雨啊，就是它突然间下雨，早上的天气还好好的，有点下雨啊，所以其实现在就人比较少。然后一样啦，这个就跟台湾的市场有点像。卖一些农产品啊，卖一些衣服啊，哈，这卖衣服是绝对不能少的。然后卖一些饰品啊之类的，在这个马克特市场的正前面就有这个小的传统市集。然后我们进到这个市场里面啊，它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拱顶啊，我走进去给大家看就知道了。然后里面其实非常大，非常的壮观哦。我们走进来之后啊，当然这个1楼的部分全部都是它的市场空间。我来的这一天呢是除夕，2025的除夕啊，非常的有过年的气息。然后这个天花板的这些装饰呢，被称作cornucopia 啊，我不知道念对不对啊，我把那个英文打在下面，就是我查到英文是这样，大概这样念。然后这个上面的展示的呢，其实就是大家如果去一些大教堂，上面可能画了一些神啊，画一些天使啊，画一些宗教的画作。但这边呢是市场，所以它上面画的是草莓啊，画的是凤梨啊，画的是这些很可爱的这些农产品的图案啊。所以这边也被人家称作是荷兰的西斯廷教堂。那作为荷兰第一个室内的市场呢，其实它融合了建筑、艺术和美食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然后我们现在呢是走在中间的市场的部分嘛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它的两侧呢都是公寓住宅，一共有228套的公寓，在这个旁边两侧，所以其实上面是住人的。我们是走在住宅的中间下面的市场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市场里面呢，就是这个漂亮的现代市场里面呢，走一走，肚子饿了，所以我们也点了一份我们的今天的午餐，是一份炸鱼餐，这就是我们夫妻俩今天的午餐啦。我觉得我们2个吃这样已经非常的足够，所以这样子一份是13.5欧元，比之前贵，但是也还可以接受啊，毕竟是夫妻2个人一起吃，这个分量是相当足够的。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鹿特丹目前保留下来最古老的教堂，也叫做圣劳伦斯大教堂。其实这座教堂哦，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几乎完全被摧毁，是后来才重新再修建回来的。它本来是一座天主教教堂，但是大家所知道，荷兰后来是改信新教，所以后来就改成荷兰改革宗教堂。
那它也是鹿特丹唯一保留至今的中古世纪的建筑物。我来的这一天呢，教堂的门有开，但是里面似乎是在整修，所以没有开放，就只能在外面拍拍照、打打卡，到此一游成功啦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前往台夫特的方向，往那个方向移动。刚刚我所介绍的3个景点呢，包括方块屋、市场大厅跟圣劳伦斯教堂，都是在捷运站 Black 这边。然后它这边呢也有一个火车站，可以从这个火车站呢买票直接前往台夫特，算是非常的方便。我是搭着火车来到台夫特，然后其实台夫特距离海牙是更近的，但是从鹿特丹搭火车到台夫特其实也只要10几分钟而已，所以过来这边是非常的容易。我现在刚走出这个火车啊，其实感觉到它的车站也是非常的新、非常的现代化。但实际上，台夫特的外面是非常的古色古香的。它很像哪里？它很像阿姆斯特丹。阿姆斯特丹也是河流、网路纵横，然后运河很多船，然后台夫特其实也是相关的景色，其实差不多。最大的差别在于阿姆斯特丹的人非常非常的多，台夫特呢就是一个小城市，然后相对比较宁静，人比较少。如果你比较喜欢少人、比较喜欢安静的状态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台夫特这个小城市。另外再讲一个有关历史的小故事哦，就是台夫特这里呢，其实跟荷兰的王室是非常有渊源的。这要怎么讲呢？就是荷兰，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，荷兰是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。当时带领荷兰打独立战争的呢，就是奥兰治家族。那奥兰治家族的最早的发基地就是现在这里的台夫特。现在荷兰王室如果他们过世了要下葬，他们会葬在哪里？他们也会葬在台夫特这边的新教堂。等一下也会带大家去看看。现在在我身后的呢，是要跟各位介绍的台夫特第一座建筑，是台夫特老教堂，也就是说旧教堂。它非常的古老，在13世纪的时候就在这边了。然后它出名于什么呢？就是我不确定大家这样子看不看得出来啊？就是它那个钟楼不是正的，它那个钟楼其实有点歪的，所以其实跟那个比萨斜塔一样，都是有歪歪的楼啊，所以因此而得名。然后呢，那个著名的画家维梅尔，就是画那个珍珠耳环的少女那个维梅尔，也是安葬于这个老教堂内。介绍完了老教堂之后呢，现在在我身后的是台夫特的新教堂。虽然叫做新教堂啊，但是它其实是建于西元14世纪，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古老了。这个新教堂呢，现在的荷兰的王室啊，他们的墓园其实就在这个新教堂里面。那它的塔顶呢，一共是108公尺的哥德式的建筑，它的钟楼就有108公尺高，所以这个新教堂呢，当然的也是台夫特的地标建筑之一。台夫特的市政厅呢，兴建于1618年，它是采用文艺复兴式的风格来兴建。进去里面呢，部分是可以免费参观的，好，但是必须要先跟里面的柜台人员稍微打个招呼。我看到有人讲说，里面也是有免费厕所的哈，你就可以假着参观的名义进去里面使用它的免费厕所。这个台夫特的市政厅呢，目前也是台夫特的城市地标之一。来到这个中央广场，也一定能够看到它。我最后要讲一个台夫特比较特殊的东西，是这边的蓝瓷文化。大家知道这个瓷器呢，最早是从中国往欧洲输送，然后其实卖到欧洲，然后卖得很贵，卖得很好。当时的荷兰呢，当然就是从中国进了一批瓷器到了荷兰这边来之后呢，他们就想办法去制作成他们自己本土的瓷器，然后后来他们就做成他们所谓的蓝瓷。所以在台夫特这里呢，就是著名的蓝瓷的生产地。所以你在路边，即便是小小的巷弄内的变电箱上，或者是走在路上啊，旁边的柱子，也
他们都用他们引以为傲的蓝瓷，然后这边当然也有很多蓝瓷的商店跟蓝瓷的纪念品店。那我后面这间呢是网络上人家推荐的啦，就在市政厅台福特市政厅旁边的这个蓝瓷的纪念品店，我也进去绕一圈给大家看看。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带一个小礼物、小纪念品回去做个纪念。好的，经过了一整天的鹿特丹的旅游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邮轮码头旁了。那简单的给鹿特丹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。鹿特丹呢是一座充满着现代魅力与相对文化的城市。无论你是要来探索这边的新建筑，或是来这边吃它的美食，也或者是到这个城市里面去走走看看，都非常的不错。但是鹿特丹呢，在冬天呢，风非常的大，就是像我今天风是非常的大的。比较好的旅游时间还是在夏季。但是由于鹿特丹呢是一个重建过后的城市，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传统的荷兰风情的话呢，在鹿特丹旁边的台福特相对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它很像小的阿姆斯特丹，也就是我今天呈现给大家看的画面，很多的运河，很多的古建筑，但是它并没有阿姆斯特丹那么多人，它是相对的比较少人的。大家如果喜欢比较安静的城市，台福特会是一个非常不错体验荷兰风情的地方。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，拜拜。